在哪儿？哎，你没我没摔死啊！能动胳膊能抬腿，大难不死，必有后。都别动！大哥，别话好说。这是什么情况？在这里开枪会引来家母的。家母又是什么？把你屁股底下的东西拿给我！屁股，底下，走你！好像卡住了。赶紧的，别给我耍滑头！记住，压到舌头了！别跑！我是谁？我在哪？你又是谁？为什么要救我？大小姐，现在不是聊天的时候。失忆，你无知！现在又是什么情况？放开我！去过那个小偷啊！你们这帮废物！那就是家母，一切致命的伤害都会把他们引过来。没空解释了。失忆，你会遭报应的！你现在能告诉我家母到底是什么了吧？他们是维护整个空安全的守卫，你怎么连这个都不知道？难道你让摔坏了？我的确什么都不记得了。给我吧。作为交换，你得帮我找回记忆。你怎么比我还不要脸？你为什么要自己呀？来，我带你去个地方。喂，等等我，这个东西好沉的。那我帮你拿好不好？不要。开采完成，无法定级。啊？谢志看得那么紧，怎么说也有 A 级吧？天明不会鉴定错的，你就别做梦了。找遍整个空 ，A 级的机甲配件屈指可数。就是个废料，要我们帮你销毁吗？哎，你还我！卖地摊也还能值点钱。你就别老想着去命运之门了，我们这个破区就清死那种狠人才有可能。放下对过去的执念，既来之则安之，躺平才是王道。不对，如果没了过去，那不是白活了吗？这又是谁啊？十一，你今天捡了不少东西啊！不知道从哪里摔下来的，看样子要么钱都输完了想寻死，要么就是个小白。哦，来来，你过来，看一下钱还有多少，不就清楚了？钱？什么钱？我来帮你查一下。哇，钱还不少呢。这位小姐，您不妨开通本店会员，打造任意机甲，都可享受会员优惠。一店，我们什么时候搞过会员了？不要把自己的信息随便透露给别人，会给你惹麻烦的，尤其是这种人。我是半斤，你就是8两。吃再多也不能帮你恢复记忆的。那我到底该怎么办？你们刚聊的我一句都没听懂。陆海哥，你不是答应帮我找回记忆吗？在这个世界，钱就是记忆，记忆就是钱。但你们不是说我钱还不少吗？那我怎么还是什么都想不起来？因为你还是个小白。小白？小白就说明你还没有在全台登记。全台？那又是什么？本年度第7位拿到进入命运之门资格的选手出现啦！特秀选手是11区当之无愧的黑马，以全胜的战绩率先将钱集满。参加拳赛就能快速获取大量的钱，一旦钱集满，你就能找回所有记忆了。可是为什么我明明有钱，但好多事情还是想不起来？参加拳赛需要什么条件吗？走吧。百闻不如一见，带你去拳台。
哇，空一共分为12个区域，我们所在的是第3区，是竞争较少的偏远小镇。选手以钱为赌注，赢家赢钱获得记忆，输家输钱失去记忆。集满钱的选手才有资格进入命运之门，进行更高段位的比赛。集满了钱，记忆不就都找回来了吗？那为什么还要继续比赛？正因为有了记忆，才会让你更想比下去。去，最讨厌你们这种谜语人了。等你能拿回所有记忆那天，你就知道了。好，那我也要参加拳台的比赛。大小姐，打拳哪能只靠你那俩小拳头？那，至少也要准备个白锯吧？这是白锯是防御装备的统称，这个头盔就送你了。哎呀，大哥，这怎么好意思嘞？你还真不客气。前方到站，第3区拳台，请下车的乘客带好您的随身物品。走。OK， 帮你登记好了。这刚才亮了一下是啥意思啊？这个装置能统计你的钱，也能接收比赛的信息。刚才是你有一场代打拳赛的信号。啊，我这就开打了。你别紧张，第1次登记完呢，都会有一场为小白准备的教学赛。从今天起，你就是一名命运拳台的选手。为了找回自己，加油！糟糕了，忘记问十一怎么用它了。十一，你在吗？这个头盔我戴不进去啊！哎，根据打开，启动防御。滴哩哩滴哩哩，马边马边后马边，呼呼呼呼，嘟嘟嘟嘟嘟。佛了，不行，只能把它当投掷武器使了。谁又坐在我头上？什么情况？这次怎么是个头？头盔说话了。骂谁呢？谁是头盔？不对，我想起来了，是不是该称乐大哥你为白锯？你是白痴吗？你见过白锯讲话吗？我不懂啊，我也是今天第1次才知道白锯。这里是命运拳台的候场室。那你是来打比赛的喽？第1次知道白锯就敢来比赛，你生下来的时候是头着地摔坏脑子了吗？好了，你也别太紧张了。第1次登记完是一场教学赛，也就是走个流程，别怕。原来如此，我懂了。你今天是刚来这个世界吧？什么叫刚来这个世界？我这么大个活人，只是没了过去的记忆。果然，你对这个世界一无所知。你要干嘛？那你告诉我，这个世界到底是什么样的？还有，我到底是谁？候场时间结束，请选手做好准备。上场吧，马上你自己就能体验到了。哼，又是个谜语了。我约的是天明，怎么来的是你啊？天明有急事，善解人意的我只好代为出席。至于这么嫌弃我吗？心好痛。心脏在左边。果然伤人都没劲。靠
靠谱吗你？再加点儿，可享受会员修理服务，并附赠一次本人独家涂装。你们店什么时候搞会员制了？今天开始的。哦，今天第一个登场的拳手很特别啊，竟然裸装上场。这不是来寻死吗？寻死比较好，来拳台找别人。这不是11刚带来店里的女孩吗？会是个傻子啊！走错地方了。傻子应该又不来拳台的东西系统。不是走个流程吗？你紧张什么？让我们看看裸装女孩的对手会以怎样的状态登场呢？哇，装备精良，看来是有备而来啊！这场比赛看来是虐菜局了。准备好体验教学赛了吗？他手上拿的是天明鉴定出的废料，11怎么能这样坑他？就是个废料，要我们帮你销毁吗？哎，你还我！卖地摊也还值点钱呢。为什么会是你？我跟你说过吧，不要把自己的信息随便透露给别人，更何况是让别人来替自己操作拳台的登记系统呢？对了，我可是替你下注了所有的钱呢。笨蛋，现在体验到这个世界的真相了吗？就算想不起来自己是谁，从哪儿来，但我知道，我不会认输，也不想认输。认输吧，把你的钱拿来。哎，看来裸装女孩想用逃跑来拖延时间，可惜不分出胜负的话，比赛是不会结束的。往哪儿跑？你这样一味逃跑是没用的。对呀、裸装女孩竟然挡下了一击，让你别逃跑不是这个意思。够了，我不装了，我摊牌，你把我带上吧。我的天哪！裸装女孩手上的头盔还能变换形态，真是前所未见。他这不变形了？这是什么情况？等等，这该不会是个河吧？看来天明鉴定的没错，他就算能转换形态，但终究还是个废料。怎么不听说话？凭你还想审问我？现在立刻放弃主导，战斗交给我。教学赛结束了。乖呀、好，金蹄子！太好。哇哦！裸装女孩出手了，第一次反击就给对手造成了重创，这究竟是何方神圣啊？这机甲得花多少钱才能买到？这哪是用钱买到的？河可是比 S 级机甲还要稀有的存在，它跟我们是同样的生灵，机甲只是他们的载体。第3区太过于落后，当然没人见过这么罕见的机甲，所以也没人知道，他已经把那个女孩给占据了。
我怎么可能输？看来比赛开始前，我预测的没错，注定这是一场虐菜局。我要去。我必须提醒一下，拳台上如果不认输的话，那只有死路一条。11选手终于认输了。无聊至极，必须要回去。哦，看来裸妆女孩想要发表获胜感言。从那个女孩交出主动权的那一刻开始，她就已经不在了。我会再踏破命运之门，登顶拳台。现在的她，只是个贝壳寄宿的躯壳。哎，这么快就结束了？喂，你是怎么回事？我赢了！这个女孩为什么可以摆脱河的控制？赢了！我居然赢笨了！蛋，是我打赢的，关你什么事？没关系啊，那就是我们赢了。丽丽，你把我放下！对了，大哥，这个世界的真相到底是什么？这都没感受到这个世界的尔虞我诈，有够迟钝的。又怎么了？打赢比赛的钱到账了，对应的，你的一部分记忆也会随之而来。死了吗？这里是叫做空的死后世界，不甘死去的执念把我们带到了这里，但并没有带着生前的记忆。原来是这样，但我一开始就有的那些钱，又是什么？每个人钱的起始数量和你在现实行善积德多少有关。有些人坏事做尽，来到了这里就身无分文。那命运之门到底是什么？进入命运之门就意味着进入决赛圈，最终获胜者能重活一次，但并不会带有空的记忆。我要去。这种机会应该留给更有价值的人。先前是我有眼无珠了，您之前来过空，也经历过重生，请您和我搭档去闯命运之门吧，我才是值得再活一次的人。我生前做的公司提供了无数就业机会，养活了许多人。我如果能避开那场车祸，绝对会给世界创造更多的价值。你是干嘛的？怎么死的？从小得了一种怪病，但想起来的记忆
大部分都在医院里。所以你再活一次也只能荒废一生，那就更应该把机会留给像我这样能够改变世界的人。你连我的花言巧语都识不破，再活一次又有什么意义啊？去你的！是，可能我的一生在你眼中微不足道，就算再活一次，我还是会死在病床上。但我还想要再望一眼天空，触摸吹来的微风，呼吸青草的香气。我想要再看一看他们的笑容，再看一看那个世界。我想要再看一看他们的笑容，再看一看那个世界。说什么大话！好，我决定了。我决定跟这个笨蛋做搭档，你可以滚了。可他就是个废物。被我一拳给打傻了。全台的赌注是公平的，既然骗你赌上了所有的钱，那打出比赛后，他也要失去同等数量的钱和记忆。我叫阿刚，合作愉快。请问这二哥尊姓大名？我没有名字。那我帮你想个简单好记忆的。张三怎么样？不要。对了，你再进来一下，有话跟你说。怎么弄来着？没想到那块原石里竟然是河，但它到底是怎么摆脱控制的？别硬来呀，可是这不需要我才脱了。摆脱控制竟然这么简单？你真以为自己对付得了我？三位叔叔，先冷静一下。叔叔？不是，阿哥们，他刚刚只是想再跟我深入讨论下合作的事儿，没恶意。这是想要蛊惑你，然后哄骗你和他签订什么契约？那他倒是没骗我。如果刚才没有我，他早死绝了。所以我们现在是搭档了。何怎么会选一个小白做搭档？难道真的是贪图他的美色？你真会酒吗？没吃过猪肉也见过猪跑。我去，这不是，你这白血也太惨了。天明来了也没辙，你直接换当新的吧，另打7、5折。最烦你这种生意人，照样能用。那就是河，还是第一次亲眼所见。哇，这么稀有的机甲，竟然给个小白捡去了。驾驭不了的话，一定会适得其反。习惯就好。不会变强的。说大话前，先见识下真正的拳台比赛吧。嚯，这是那个接连挑战青隼失败的大熊吧？打不过青隼跑这儿来挣钱了。这身机甲至少必将会上，这是有钱人的快乐吗？这都打熊惨了！叽叽喳喳，完全没悬念，差距太大。你是说他们的机甲吗？我是说战力。这场比赛很快就会有结果。比赛开始！大型选手先发制人，他出拳的路数依然
然是那么让人预料不到啊！大熊选手赢了，徒手击败对手，夺得胜利。我听一定说，你来控制前就是一名选手，请你收为主吧。不是，你是我命中注定的师傅，师傅。你生前是猴子吗？有那个河在，这局没人能是你的对手。练拳这些就省省吧。正因为他很强，所以我才需要让自己也拥有能匹配他的能力。你这话让我想起了一个人，正因如此，我更不能教你打拳了。可恶，又是一个谜语人。你还跟着我干什么？我都说了不收徒。师傅，你肯定也有不敢死去的理由，找个人叔叔心里会好受些，就收了我吧。我再练也得不到我的认可，白费力气。再说了，你真的舍得让我母子俩孤苦伶仃流落街头吗？谁是你儿子？你跟人家磨叽半天，连钱都没谈过，诚意呢？你怎么可以用那么庸俗的方式想人家？先1个月啊，必须月结。这表示答应了？还不快跟上！师傅！进来吧。吃饭的时候你就来这儿，平时没事不要随便进来。这个人是青隼。嚯，这是那个接连挑战青隼失败的大熊吧？打不过青隼跑这儿来挣钱了。好了，去看看你的房间吧。这件给你们。师傅，你为什么一定要打赢青隼？与你无关。还有，我收的只是住宿费，没答应做你师傅。钱都谈好了，人也领回家了，怎么可以说反悔就反悔？这样吧，有朝一日你要是能打中我一拳，我就教你。打拳耍小聪明没用。我自横刀向天下，血流肝胆两昆仑。你这到底是练拳还是打我？你不会真以为靠这种临时抱佛脚的三脚猫功夫就能打比赛吧？不是还有你吗？并肩作战，不看我，不看你，看我们。即使你再努力，也不过是我的傀儡，不如尽早放弃不切实际的幻想。你这是在激励我吗？我会努力的，先从拿下大熊师傅开始。那个鉴定为等级不够的头盔，
战斗力跟一般机甲完全不在一个等级。这就是传说中的河，真是大开眼界。河也是4号，内心怀着强烈不甘和执念来到这里的人，但他们在现实世界罪孽深重，所以无法成为生灵，只能禁锢在机甲上，还差点掌控了那个女孩。她称自己回来了，听上去不止一次来过空。多次往返空的历史上就没几个，而且还是河。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？那个小姑娘，岂不是很危险？已经没有退路了，认输吧。我自横刀向天笑，去留肝胆两昆仑。嘿，铁社长，看招！铁砂掌！铁砂掌，我还螺旋丸呢。好了好了，差不多得了。你还笑是吧？反了反了，给我摆正！师傅，原来你会笑呀？没，我刚才是用舌头剔牙。对了，大雄师傅，在第3区像你这样的高手多不多呀？很少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，有的人不参加拳台，活得也挺好。比如，欢迎光临，小依依将竭诚为。天明，这些都快报废了，要不把上次你存的那套机甲拿出来？不用。放开我！它是冷白品，可以试试死亡芭比粉。哦，别给我弄这些！嘿，这样看着气色是不是会更好一些？哇，明艳动人，我觉得可以整一整禁欲系。小依依，你审美很那个到位。很危险。那个女孩对他来说很特别。你这次要再输给清隼，估计钱会惊为显之。但那个人对我来说也很特别。生前的爱恨情仇，只会徒增执念。这次免费，可别输了。这些总共多少钱？看在你勇气可嘉，这些就送你喽。谢谢。对了，交易前也会丢失相应的记忆吗？这个世界有很多需要你自己慢慢体会的经历。你要去打赌注最少的第1段赛，你是在侮辱我，还是在侮辱你自己啊？别介意我多体验生活。有毒吧？来，我陪你玩玩。
都输给青隼多少次了，竟然还敢下那么高额的钱？哎呀，这就是赌徒心理，幻想着一票捞回本呗。这个笨蛋，都去几次厕所了？你到底在打什么主意？你在想什么？我管不着。但是，他现在是我的徒弟，那谁也不准伤害他。我可跟你先说好，这局让我自己打。哎呀！这疯子到底从哪儿来的呀？有别人只要掐这种死士，非要命，太可怕了！让开！那不是之前暴打对手的女孩吗？我的那个，哇，他怎么来这种低端赛？就是啊，怎么又来一个不讲武德的？啊！我走错了吗？这不是最菜的低端赛吗？你是不是走错了呀？你要自己打？勇气可嘉。那我建议你从低端赛开始挑战，等下我来教你怎么操作。我提醒你一下，那个叫伊甸的从来没打过拳台，他的认识可能有些偏差。命运拳台可没有下注越低就越容易的说法。虽然赌的钱不多，但也可能是别人最后的家当，所以你可能会遇见一条孤注一掷的风口。你要是撑不住，我可以随时接管比赛。阿甘选手先选择了避开攻击的迂回战术。怎么样？还要继续玩下去吗？你是不是在限制我？为什么感觉动作很不协调？铁三刀！哇，这一拳可以说是打得非常刁钻，可惜打偏了。我不想死。用我的身体，你当然不自如。哎，阿甘选手竟然自己摔倒了。怎么做才能和你？他站起来了，他好像找到了感觉，他又跪下了。这在干啥？他又站起来了，他又跪下了。动手了！阿甘选手的招数真是让人摸不着头脑啊！再这样下去，你会输的。我不想死！谁能想到呢？上一场比赛叱咤风云的阿甘选手，竟然在这场低端局被打得满地找牙。听命于我。阿甘选手忽然不动了，他这是要认输了吗？动作失控的原因是因为你根本就没有打算要合作，口口声声说和我做搭档，却把我当工具。我宁可输掉比赛，也不会向你妥协。哇，集中火力的打击！阿甘选手准备就这样无动于衷吗？阿甘选手展开了防守。
看来对手的弹药已经用尽了。我不想死啊！我去你的！不想打，你就起开！什么情况？阿甘选手竟然选择了认输！这输赢了的吗？扣钱丢记忆的滋味怎么样？说大话前，先了解清楚后果。哎，我们这是输了？啊，糟了，我怎么记不起你叫什么了？周大哥，这是大米。张三。谁取的名字太逗了！我是阿甘，合作愉快。伤势倒还好说，钱所剩无几才是大麻烦。我看暂时还是别打拳了。师傅跟那个青隼有多大的仇啊？有些回忆可能是他自己不愿抹去。那如果钱被扣除了呢？无论是输比赛还是交易，你的潜意识都会优先扣除那些不想保留的记忆。这样，怪不得我不记得上一场是怎么输了的。各位早安，又到了崭新的一天，先来听首歌唤醒一下身体吧。大熊选手向您发起挑战，是否接受？怎么又是他？天明！出事了！大雄怎么又向青隼发起挑战？这次要是输了，他的钱就要清零了。播报条最新消息：本区最强的拳台选手青隼，近日准备前往其他赛区，接受更高强度的挑战。师傅，你不能再挑战！大雄，你疯了吗？师傅，你不能再挑战青隼了。我跟你们很熟吗？你还记得这是什么地方吗？空，死后的世界。那你知道钱清零的后果吗？一念消散。坠入进轮回。我留了笔记，所以也就依稀明白了这些和必须挑战青隼，其他搞不清了。但是你现在意识上机甲报废了，钱也快见底了，他值得你把自己的命都豁出去吗？不知道。不知道呢，你着个什么劲呢？那能不能改期？至少再攒点钱。没用的，比赛一旦确立就不可撤回。非要取消的话，作为赌注的钱也会被扣除。疯了！
真是搞不懂你们这些成天喊打喊杀的人。如果我能替师傅上场就好了。拉倒吧，你现在的实力上来也是白给。你能闭上你的破嘴吗？动作失控的原因是因为你根本就没有打算要合作，口口声声说和我做搭档，却把我当工具。核心要稳，拳头收得干脆点。你这什么表情？嫌我烦那就算了。没有，我只是有点意外。你别误会了。好高啊！就我的耳朵啊！全勾起来。哎，我们来踢脚好不好？哎，左脚，右脚，哎，左脚，右脚。给踢。哎，不，我不踢，我不要！哎呦，轻点。被杀？啊，大雄和他女儿都是死于非命，大概率跟青孙有关。原来是有血海深仇，那他这样做也算能理解。更多的我也不知道，你别多问了。毕竟回了空的人，大多都有自己余生未了的事。执念困人呢。你来了。我是不是留了东西在这儿？啊，你早上他要来？跟我来吧。哇，好家伙，这里竟然藏着一套这么好的机甲！你当时只跟我说总有一天会用上，没想到啊，你还是给自己留了后手。师傅怎么不等我们，就自顾自的来了？估计他脑子里现在只剩下和青隼决一死战这一件事了。打响，他们是已经交锋过数次的青隼选手和大雄选手。你这一身伤，机甲再好，我怕也撑不住。哎，大雄选手换上了新的机甲，看来为这次生死战做足了准备。这气质，大雄，你可不能输啊！青隼选手先发制人，进攻相当犀利啊！师傅，回击，快出拳！哇！大雄选手换上新的机甲之后，有如神助，反击成功。论格斗经验，大雄远超一般拳手，但之前受限于装备，一直没能发挥出真正的实力。这套机甲灵活性高，不仅不会限制他，
还能强化他的优势。现在就看青隼怎么出招来限制大雄的进攻了。蝶形步。还要去打神破比赛，现在一身伤连个学历都没有，怎么养家糊口啊？赢了就会有奖金的。那点钱怎么够？女儿读书买房哪样不花钱？以后不许再叫她打拳了。像你一样，有个屁的出息！大雄选手闭上了眼睛，这是决定摆烂了吗？师傅这是在干什么？冷静点！身为拳手，有时候相信眼睛，不如相信自己的本能。哇！大雄选手竟然做了一个挑战身体极限的回旋摆臂动作。哇，这什么情况？大雄选手发起了疯狂的反击。漂亮！青隼选手也使出了反击拳，这招也是大雄选手的招牌动作。没想到今天被青隼选手所效仿。你不是在效仿？这个动作，我只教过一个人。女儿，这个反击拳是老爸独家原创的技巧，非常考验抓时机的能力和胆魄。迎着对方的拳头，借力打力，出其不意。看有，新人选手青隼实现了出道以来的3连胜。第一次在拳台上看到熟悉的步伐和身影，我就确定那个人是你。哎，你以前练过拳吧？是谁教你的？记不起来了，只记得一些口诀和打拳的本能。我知道，在空这个地方，每个人的潜意识都会优先扣除那些不想保留的记忆。
我不是一个称职的父亲，所以被你从记忆里抹去。知道你会拒绝送来的钱，所以只能用其他方式来帮你。存起来？有这么好的配件，干嘛不用？还有让我帮你修那身破的。省吃俭用的日子，从前过惯了。站起来，还有机会！再快一点，快呀！这里的囊肿呢，已经压迫到了坐骨神经。这个位置，神经可能快坏死了。你们应该早点来看的。现在赶紧手术，可能还有希望。要是问我重活一次最想干什么，爸爸想弥补所有对你的亏欠。你儿疯了吧？赶紧把钱给我这些钱都是送借我的，六儿做完手术，我给你做的做完一定还上。死吧你！再坚持坚持，马上到医院了。哥，那个就是偷钱的傻大个吧？怎么样？没事吧？死不还钱是吧？今晚就送你俩一起上路！但如果只能有一个人走出这里，重获新生，那我就把所有赢来的钱都输给你，送你去命运之门。为什么要挑战清酸？为什么记不清了？陪你打拳，是爸爸能为你做的最后一件事。这个世界没有办法记住曾经的事，那我只能写下要去做的每一步，反复提醒自己，千万不能忘记，不能忘记，挑战清酸，挑战清酸，挑战清酸，帮着他进步，看着他成长，最后笑着送
会消失的。别傻，无论生死，我们都应该尊重他自己的选择。不行！混蛋！任何想要破坏比赛的人都会被加姆阻止，没用的。大雄选手好像想用搂抱来拖延比赛，但青隼选手完全不给他一丝喘息的机会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胜者青隼。青隼选手维持了自己的优异战绩，祝贺他向着命运之门又迈进了一步。活下去，好好活下去，我的女儿。我不甘心就这样死去。青隼选手不肯认输，再次迎战。加油！新人选手青隼实现了出道以来的3连胜。姐，能不能再缓2天？那些人现在就堵在家门口，非要还钱呢。儿子结婚也着急要钱，你这怎么能借了就不还呢？你也说说话，求求苦苦啊！姐。Open my eyes in the morning rain, gently fall out like shoes. Slowly traveling by, crying under the sky. 我一定要靠自己重活一次。 It may be the slowest buzz. Which color 求求你快个忙，我会尽量换上他。看在这么多年情分上，就把我这次吧。活着时就说够了求人的气，就算死，我也绝不受借来之事。大雄选手将发起挑战，是否接受？这人为什么要3番5次的挑战我？无论是谁，挡路的人我都要击溃。改变命运。胜者是青隼，让我们用最热烈的尖叫声欢送他离场。 快点，要不要快？再快！ It may be the slowest buzz. Which color 学会这一招，你以后打什么比赛都有还击的余地。
什么？希望它能代替我，保护你。失去钱的时候，会优先抹去那些不想保留的记忆。那为什么青隼直到最后一刻才会记起大雄是他父亲？有时候，人是分不清爱和恨的。离别是检验爱恨的试金石，但代价太大。更何况，在这里，一别就是永别。爸，我会靠自己获胜的。今天，青隼选手决定离开第3区，前往比赛更为激烈、竞争更为残酷的擂台角逐。第3区已经连续2个赛季缺席命运之门，青隼选手的勇气实在是砥砺人心。我们预祝他能如愿以偿。没了大雄师傅，我上哪儿去学本事？真想学的话，办法多的是。感觉你最近的态度有些古怪，难不成都能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？笨蛋，你想什么呢？我是怕你碌碌无为，拖累了我的霸业。喂，你想干嘛？李四，别理他。你叫李四？
谁给你起的名字啊？我起。它是你的宠物吗？不干你的事。这样随随便便闯入别人的精神世界，是很不礼貌的。作为搭档，我有必要对你增进一下了解。即使我是个沾满鲜血、十恶不赦的混蛋。没关系，我相信你。谢谢你。相信我什么？相信你说过的那句话。我决定跟这个笨蛋做搭档，你可以滚着。你还记得挺全呢，刚来空就差点把命都被骗没了。你确定真能分得清楚真假善恶？我能看得出谁是好人，剩下的我多留个心眼不就好了？好，那你倒是说说，你遇到的好人都有谁啊？你、一店、天明、大雄师傅、七水，还有……但凡认识的你可都算上了。还有，有了！西师傅人选。师傅，你说的是林风婷啊？对，我想向他拜师学艺。干妹妹，你是吃了哪门子雄心豹子胆？林风婷这人何等的可怕！还好吧，张三的引导给了我启发。那你可是不知道他在空里杀过多少人。有家母在，他怎么还能杀人？前台上你死我活，家母可不管。所以，凡是被他盯上的人，下场都很惨。怎么样？现在知道他有多可怕了吧？那万一被他怼死的才是坏人呢？你的脑回路是焊死了吗？那我们就去会会这个叫林风婷的，看看他到底是黑是白。哼，你跟他没待多久，怎么也同流合污？好耶，说走就走，嘿嘿。可是去哪儿找林风婷呢？全区著名的包打亭不就在这儿？天明，你今天为什么话这么多？一店哥哥，不，爱的战士，这时候是不是该献出你的爱心帮帮我啦？耍无赖是他的必杀技，诚恳的劝你一句，磨不过的，趁早答应了吧。说好了，找到他之后你就开通本店会员。啊，开！我这多奔拉些人来办会员还不行吗？走，带你见识一下什么是3区人脉王。哇哦！像我们这种不注册全台也没想回到过去的人，心态就特别好，没有回忆就没有执念，反而乐得轻松。那你们的钱哪儿来？平时做些经营，干点活，基本温饱不愁。那这样钱不是也会越来越多吗？赚多少花多少，做个快乐的月光族，多好。所以钱多钱少没那么在乎，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活法。那你过去。好了，打住。当你站在深渊里的时候，不要东张西望，更不要刨根问底。喏，你要找的林风婷就在里面。走，去会会他。你不是说会会他吗？怎么就怂了？目测我和他八字不合，杀气太重。我倒是挺喜欢这股血腥味儿，带我去跟他盘一盘。我说，你们谁带我去跟他盘一盘？你干嘛不自己去？我这样搬过去的话，哪还有气势压制住他？你不是要验证他是不是好人吗？好，我去。好了，气势已经拉垮了，可以放我下来了。有事吗？
我很欣赏你，跟我混吧。跟你就能混出个头吗？好了好了，别点头了，他是在骂我呢。这个人太装了，看样子也跟我八字不合。你们仨从进店开始就一直盯着我，到底想干什么？要不要办卡？王昭和武器都可以享受会员优惠哦。无论是装备、改装、维修，天明装备店都竭诚为你提供。你可是推销什么会员卡？我这是在周四的。俗话说，肯挣金牌硬花钱的才是好男人。你为什么要测试我？因为我觉得你是个不错的人。为什么这么说？直觉。我很好奇你生前的故事，小姑娘。来到这里还可以活得这么单纯，既是好事，也是坏事。但是非黑白不是个答案，而是个判断。你的直觉是对是错，你自己来判断吧。你是谁啊？要干什么？杀你！哼，做梦吧你！这里又不是拳台，有家务在，你能拿我怎么样？我要挑战你，这总可以吧？是否接受？你可以取消，但还是会被扣钱。我就这样一直挑战到你清零为止。这个人附到骨子里了，赶紧走吧！你为什么接受挑战？啊！谁来救救我？我不能接受挑战，我不能！看来判断出结果了。给我教训那几个疯子！是那个人干的，我们只是来推销会员卡的。不是吧？你们这么多人还挑软柿子捏？张宇啊！站住！站住！看样子是个会些三脚猫功夫的门外汉。出招的时候看别处，就是给我机会。所以现在我是行侠仗义的剑客，还是罪有应诛的恶徒？你又是谁啊？东西还我。什么东西？抱歉，我不是故意的。看来这女的也跟那小子是一伙的。家伙，你这个废物！该被抓走的是他。拳台外还真是麻烦。还真是哪个狮子最软捏哪个，脸都不要了。我跟他根本就不认识。你们俩刚才打情骂俏的，看着就是一伙的。停！我在下面接着你，别怕，有我在。接住！怎么样？他是你要找的人吗？你还相信自己的直觉吗？没错，他就是我要找的人。他在实战中教我的那些要点都特别有用。你的脑回路到底怎么回事？你脑袋怎么了？我好像恋爱了。
电向你发起挑战，是否接受？了解下来，感觉机会渺茫。哼，还没尝试走近他，就要选择放弃吗？听说他来到空，是为了一个在现实对他很重要的人。只要他还是单身，就还有公平竞争的机会。可是我能怎么做？我能给他什么？又来了！你要瞻前顾后到什么时候？放弃，放弃，放弃！你的人生不应该只有这一种选择。哎呀，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，再给我点时间。哼，这才对嘛！抬起头，像个男人一样去争取你的爱情。才子，我来了！没想到你注册了拳台，怎么又是你？恭喜你今天取得了胜利。我说过，不想跟你再有瓜葛。我是来跟你表白的。抱歉，我对你没兴趣。我不会轻易放弃的，我一定会用我的方式追到你。我是阳光飞了。够了！这就是你追求才子的方式，报名命运拳台。你这清奇的思路，怎么让我想到了一个人？有人背了！命运拳台一旦注册就无法取消，你真的想清楚了？如果爱情能用理性衡量的话，怎么还有那么多人甘愿成为扑火的飞蛾呢？那请问一电选手，你向才子选手发起挑战有何用意啊？我希望通过比赛让他忘记一个人。你可以理解为，我真正想打赢的不是才子，而是那个人。哦，原来还有情敌，能否透露下他的来头？那个人其实并不存在。啊，什么意思啊？等我先卖个关子，且听下回分解。麻烦您签收一下快递。我不，您不签收，他还会让我继续送的。谢谢好，我今天想早点下班。才子接受了您的挑战。他接受了。又不是接受你的告白，是接受挑战来揍你。谁说被揍的一定是我？你那绝不是比赛，而是送菜。对，反正输赢我都不亏。赢了，他忘了那个人；输了，我忘了他。那请问一电选手，你的参赛机甲准备好了没？找一电？不，找你。可以把店里最好的机甲配件卖给我吗？是为了对付一电？没错。我这儿可没有库存。我还以为做生意讲究的是公私分明。前几个月，在我们区的附近掉下一批原石，之前的河就是从那批原石里被挖掘出来的。后来又有不少人冒死想去寻点宝贝，但都有去无回。毕竟，优质原石会引来谢之。明白你的意思了，没问题。我帮你挡道开路，你帮我强化机甲。成交。开采原石？没错，一般来说，掉落在各区的原石会被家母统一采集，他们会根据各区战况进行再分配。像我们这种小地方，平时能拿到的优质资源就很少，所以要是想要找到好的机甲配件，就得赶在家母统一采集前去把原石挖出来。然后把它们拿给天明这种顶级的机甲维修师，进行开石、打磨、组装。
原石里开出的机甲配件也分等级，从 C 到 A， 运气好的话还能挖到稀有的 S 级。越是高级的配件，对机甲的战斗力提升越大。怪不得之前失忆，拼着命跟人抢原石。天明背着我跟谁跑了？就在前面，没错了。你为什么会跟他一起搭档？听你的语气，很不待见一点。我不太能理解他做事的逻辑。都是带着残缺的记忆来到这里，又有谁能确保自己的逻辑是完整的呢？哎呀，你还是没有理解我的意思呀！防护效果已经调到最佳状态了。不是性能问题，我要的是设计感，是风格，要那种尊贵里带着点潮流，大雅中点缀一点大俗，元素要多，但不能杂。盾牌是战斗时占据人们视野面积最大的部分，是面子，你懂不懂啊？哎呦！总之必须设计到我满意才会付尾款。乖。出事的钱这么少，你是在现实犯了什么事吗？你干什么？总是这个表情，小心长皱纹。谢谢你收留我一宿，在下先走一步。你是别的区来的吧？知道自己要去哪儿吗？我不知道自己从哪儿来，要上哪儿去。所以你是流浪汉吗？请叫我吟游诗人。没有工作也不是拳手，你身无分文，要怎么活下去？我还有诗和远方。那就是流浪汉吧。哼，问这么多，难道你想？你想多了。第3区有我一个机甲修理师就够了。但不管怎样，昨晚一顿饭的恩情，我一定会报。赶紧先找份像样的工作吧。天明，你什么意思啊？就算没付你尾款，那也不能先把盾牌给了别人呐！而且那设计不都是我给的建议吗？盾牌明明搁在这儿，不可能有人动过。已经帮你根据客户需求做了设计修改，这是报恩，不必谢我。这是报恩还是报复？帅呀！天明的设计审美什么时候提高了那么多？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？你把货送错人了。你是来特地责怪我的吗？走吧，以后别再送错了。正因为没有太多记忆的杂质，所以它才不具备大多数人类那种伪善的成熟。既然你们是朋友，你为什么还会同意跟我做这笔交易？你说的，做生意讲究公私分明。到了。谢之是受原始能量吸引，盘踞在周围的怪物，现在应该是他们的休眠时间。
我们一定要无声无息地潜入。阳光开朗大男孩，阳光开朗大男孩，我特长只有微笑，看我扬起的嘴角。阳光开朗大。小心！救下！阿根！电呢？一电！走吧，跟谢之在这里耗下去没有意义。再等等，一电好像还没出来。原石。那不是你需要担心的事。你为了原石连命都不要了吗？
东西掉了。你什么时候？情况就是这样了。看来这原石跟我有缘。谢谢。啊？你刚说什么？我没听清，能再说一遍吗？刚才那个人是林风婷吧？没错，是他。他为什么会出现在那里？可能也是来找原石的吧。但他那个生机甲看着等级不低，有必要为了赌石头来冒这个险吗？嗨，人生来谁没点贪念呢？何况他是出了名的疯子。快看！这是你所看到的天空，其实就是现实世界的倒影，而这些坠下的流星，正是来自人间的意念。有一些是濒死之际不愿放弃生命的执念，他们会化成生灵，就如你我一样；而有些人对此生无望，甘愿堕入轮回。他们离开前残存的善念或者恶意，会包裹在原石里，散落到空的各个角落。善念变成白驹，恶意变成煞气。当然还有一个例外。停！这么好的光景都快被你整成科普小课堂了。借着此情此景，我只想告诉一个人，无论我们是为何来到这里，但我相信这都是上天的安排，让我们有一次选择重生的机会。披荆斩棘重返现实固然是一种选择，但重启人生的路从来不止一条。留在此处重新开始，也不失为一种勇气。他说的好好啊。那你是想留在这里了吗？不，我还是要回去。那你能把那块原石让给我吗？抱歉，不行。看到没？男人的嘴，骗人的鬼。你最后那一下有点丢人。万一这块原石里有着能改变战局的顶级机甲配件，那我岂不是赔了夫人又折兵？看样子还真被你说中了。啊？这是什么？白驹吗？我也没见过，但看起来是个特别的道具。但重启人生的路，从来不止一条。留在此处重新开始，也不失为一种勇气。才子来到这里就是为了另一个人。是啊，哎，我都说了，他之前的确来过，但已经不在了。他还不信，非要去他之前待过的房子看看。哎，你这人怎么不听劝呢？我都说了，你看到会受不了的。最后，他竟然在那间房子里住下了。才子，我一定会把你救出来的。完工。怎么样？我跟天明合力打造的机甲，酷不酷？哇，没想到一电你认真起来还是有两把刷子的嘛。我估计他也就最后喷了个涂装。对了，天明呢？林风婷这种人，
为什么会来第3区？到此为止了。雨灯，你既然来过，那又会去哪儿了呢？他去找雨灯了。雨灯是谁？天明之所以会来空，就是对雨灯还留有执念。是对他来说很重要的人吗？关于自己的事，他从来只字不提。听他平时讲话，还以为是个没得感情的生意人。你看人真的有准过吗？他这么见多识广，还有一副好手艺，就是这么多年走遍空的角角落落积攒下来的。我们从山洞回来那天晚上，他一宿没睡，好像是发现了雨灯的线索，但又没有头绪，所以最近隔3差5就沿着那天的路线寻找线索。啊，那里不是会有怪物出没吗？那能怎么办？天明这倔脾气，认定的事情10头牛都拉不回来。难怪跟某些人合得来呢。够了，你就别在那里阴阳怪气的了。你自己也好不到哪儿去吧。对了，那才子小姐之前的故事，你总该知道吧？知道是知道，但她可不知道我知道，都是我打听来的。这个区参与拳台的人太少了，就算再赢几场，也很难把钱攒满。您好，您搜索的选手不存在。你说的那个人我知道，是之前的租客。那他现在人在哪儿？他已经没了念想，永远离开了。他生前好像是搞研究的，活着的时候解不出的题，到这里更不可能找到答案了。曾经为了研究可以不惜以生命作为代价，为什么现在又一走了之？是你？嘿，抱歉，打扰了。我是有个问题想要。今天就你一个人？我不会告诉别人的。我都还没回答你的问题呢。啊，还是太冒昧了吗？对了，我还带了些吃的。要不这样，你陪我一起去个地方啊？怎么样？可以请问一下这是哪位吗？我的师哥。所以你就是为了他才来到这里的吗？啊！我毕业后留校读研，被导师安排去跟他的项目。他是脑科学领域里出了名的怪人，没人理解他在做的事情。他认为我们人的意识是永远不会消亡的，
他们会以另一种形式存在下去。这些意识甚至可以穿透时间，回到过去，循环往复。所以我们曾经历过的，可能是由未来所注定。出生、读书、考试、升学、毕业。有时候我也会想，为什么自己的一生就像是被安排好了一样？直到遇见了他。你们研究的就是空吧？是不是伊甸告诉你的？啊，我答应他不能告诉你的，所以这个问题我没法回答你。好吧，我就当不知道。伊甸这人挺难琢磨的，他活得那么潇洒，为什么会出现在空？啊，对了，关顾说我自己的事了，你来找我是想了解什么？那个，我是想知道更多关于郑三的事儿。回来了。明天就要比赛了，你还挺悠哉。船到桥头自然直，更何况我这可是条豪华游轮，沉不了。小心遇上冰山，还没开场就谢幕了。怎么样？有没有找到雨灯的新线索？它的气味里混杂着很浓的血腥味。血腥味？难道说……有可能，雨灯现在的处境很危险。我要尽快找到他。哎，听说今天是伊甸的首秀。伊甸，天明殿里那个躺平族？不会吧，不会吧？他怎么突然来见小妖打拳了？这块东西是你自己装上去的？对啊，你都说了是特别道具，不用多浪费。我都还没来得及对它进行仔细的扫描和检查，万一……没事儿，这次就当是个护身符呗。今天这么多人来看，伊甸人气好高啊！哼，等你进入命运之门了，才知道什么叫真正的排名。那么大家近期最为期待的比赛，伊甸选手对战才子选手，现在正式开始。开局两人都非常谨慎，互相试探着对方。伊甸选手率先发起攻击。伊甸选手先声夺人，才子气势如虹。才子，跟我一起留在空吧。不是吧，伊甸？有4个人。伊甸选手好一招猛虎落地式，一举创造了第3区拳台的历史性画面。神奇！够了，快停下！你这是在干嘛？喂喂，他的职责是拥护第4位玩家扮演的王子，他和公主有些冲突，最后所有人目光一向我问我。天兵，这些功能是你帮他安装的吗？阳光开朗大男孩，我歌唱只有微笑，看我扬起我嘴角。阳光
光能看比赛，还能图个乐。自从来到这里啊，好久没有看到歌舞表演了，有点以前咱们村里过年的味道了。够了！太子选手化尴尬为动力，向一电选手展开了猛烈反击！一电真把才子惹毛了。谁叫一电做的事完全突破了他的认知范围？要不给一电一个机会吧？就是，气氛都烘托到这份上了。在一起，嚯，居然真被这小子给带动起来！完了，一电完全搞错方向了，这是女孩子最讨厌的场面。放手！才子，放下过去，重新开始吧。你凭什么管我？你们一个个！吃完晚饭呢，你可以休息半个小时，先眯一会儿啊。今天晚上的课要上到8点，别上课犯困。听到了没有啊？他爸，考上了，是咱们梦寐以求的医科大。才子，开心啊！他当然开心了，他有什么不开心的呀？拉着我去哪里？给我放手！一电！天明，这把剑是从哪来的？我不知道，他什么时候自说自话还加装了这个？没想到一电选手这么能打，两位选手现在互相搏中，打得难解难分。没想到一电还有两下子，可以啊！平时嚷嚷着躺平，看来是真人不露相啊！才子，那个你为了他来到这里的人，也是那家伙把你拉来控的吧？什么？一起来的？我后来听那人说，他跟当时一起搞研究的学妹一起来到了这里。
但醒来却没找到彼此，应该是分散在了不同的地方。我不知道那个人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，但我不想再看你回到过去，经历他给你带来的痛苦。你不该活在别人设定的生活轨迹中，大胆掌控自己的人生，何必走陷于泥土里？为什么没有办法验证我的研究成果？难道说只有自己经历，亲眼见证了，才可相信吗？肯定还有办法的，肯定还有办法证明给大家看的。要不我们还是放弃吧。我想到了，想到了。理论已经没有说服力佐证了，只有靠我们自己去探索和发现真相了。彩彩，我们一起去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离开那个把你禁锢住的人生。你是？我叫伊甸，是这个区机甲店的首席设计师。哦，我们在搞促销，
有兴趣可以随时来店里了解一下。机甲？我对拳台没什么兴趣。没关系，生意做不成，朋友还是可以交一个。你之后要是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地方，随时找我。没想到才子把关于伊甸的事情也都忘光了。可能他就是想要重启的更彻底吧。伊甸原来压了这么多钱在这场比赛，还真是胡来。才子选手竟然选择了认输。他不是说过吗？如果赢了才子，就能让他把从前的记忆忘干净；要是输了，他一定也做好了忘记才子的觉悟。谁说我要忘记他？才子没把我打失忆，差点被我的铁头大哥打失忆。伊甸，你是知道了才子的经历之后才想要挑战他的吧？所以你挑战他的目的不光是为了追求他，对不对？对。天明又去哪儿了？店里生意都快做不下去了。没错，是雨灯的气味。你们怎么会在这儿？我还想问你呢，找没找到雨灯？最近店里没了你，喂，你有没有在听我说话？我下一个要杀的，原来是你。之前也是，林凤婷突然就冲了出来，我什么时候得罪了她？对了，天明，你问他是不是见过雨灯，这又是怎么回事？我刚一路追寻着雨灯的气味，最后发现，竟然来自林凤婷身上。难道说，雨灯也被他杀了？疯了，真是疯了！但现在最危险的还是阿甘。阿甘，你当时为什么要向他发出挑战？阿甘，阿甘！别慌慌张张的了，有我在，是不可能输给那个头顶盘子的。我当时看到他要挑战你，满脑子就在想，必须让他把那套逼死人的手段先停一下。你是谁啊？要干什么？我要挑战你，这总可以吧？是否接受？你可以取消，但还是会被扣钱。我就这样一直挑战到你清零为止。不管怎样，抢先挑战他是我的主意，那么还是应该由我跟他做个了断。怎么是你？你怎么知道我住在这儿？林凤婷，我今天来的目的是要跟你做个了断。能不能先让我出来再说？怎么？你想在拳台外和我动手？
取消了不就等于把钱都输给你？求你了，我一直相信你是个好人，要杀一店肯定也是场误会。人家说的话，孙肯，你也太天真了！死在我手上的哪个不是哭天抢地的求饶？现在认输还能体现风度，再不撒手，怪我对你不客气。家母，快来呀！有人要杀我！救命啊，家母！认输吧，认输吧，认输吧。认输吧。认输吧。别做梦了，我是不可能让步的。该死，原来真的是做梦。喂，你这是去折腾林风婷，还是折腾你自己？那我还能怎么办？必须在比赛开始前做个了断才行。没必要，有我在输不了。上一场我们不就输了吗？虽然我记不起来具体经过，但是那是场意外。我还是那句话，把主导权给我，就没什么可怕的了。对了，光顾说我自己的事了。你来找我是想了解什么？那个，我是想知道更多关于郑三的事儿。那个何，我看你跟他配合的还挺好的。但我其实并不了解他，也不知道何到底是啥。天明和伊甸都曾警告我他很危险，但我也没像他们所说被他吞噬。何其实跟我们一样，都是人，只是他们是生前犯下了杀生之罪的恶人，所以他们没能像我们一样以生物形态来到这里，而是被囚禁在了原石之中，只能找到搭档才能参加命运拳台。但他们有着远超常人的强悍意念，所以很多拳手非但不能操控他们，反而会成为何的奴隶，甚至傀儡。据说吞噬拳手后，何的威力能被发挥到极致。你不被操控自然是好事，但与之相对的，他真正的实力也会被你封印。这些都是你要面临的选择。哼，林风婷这种等级，在我过去的经历中，只能算是个弟弟。你干嘛？我你给我来！张三人呢？喂，
都跟你说了，随便闯进别人的精神世界是很不礼貌的。怎么？又想来了解我的过去？我上次已经说了，无可奉告。不是，这次我是想来了解一下会是。你想清楚了？虽然很想靠自己打赢李凤婷，但我知道现在的自己几斤几两。你之前不还认定他是一个好人吗？是这样没错。虽然我以前没有太多跟人打交道的经验，但李凤婷给我的感觉真的没那么坏。只是一想到真要跟他开打，还是忍不住对自己产生怀疑。动作失控的原因是因为你根本就没有打算要合作，口口声声说和我做搭档，却把我当工具。我宁可输掉比赛，也不会向你妥协。我有必要对你增进一下了解。即使我是个沾满鲜血、十恶不赦的混蛋吗？没关系，我相信你。所以我想了解下吞噬，把你的力量发挥出来。我还是看错了。来吧，你要怎么做才能体验吞噬？你开什么玩笑？吞噬又不是儿戏，那需要你心甘情愿才行。难道没体验版吗？我也想找到这个发挥你实力又不失去自我的方法。体验你个大头鬼啊！吞噬一旦确立，你可能就永远都回不来了。放手啊！这架势，我看你是想吞了我。别闹了，放手！对不起，是我太幼稚了。没事，我自己哭一会儿就好了。好了，别想用眼泪忽悠我，放手！我不管，今天是想讹上我了吗？我这一股脑能射掉，打死也不放！我去，天明，你也太厉害了，短短几天就打造好了新的机甲。我把库存的所有材料都用上了，打完比赛记得来结账。能不能让我先试试？来吧，我正好要调试一下。好耶！哼，现在就把我丢到一边了。即使有天明提供的机甲加持，但对手是林凤婷的。你先坐进去试试。阿甘是因为我才摊上这事儿，而我却只能旁观，什么忙也帮不上。哎，打住！别忘了，他的搭档可是我。认输吧。今天的比赛可谓是超重量级！挑战方是拥有合作为机甲、出道即巅峰的少女阿甘，另一边则是游荡在空、出手狠辣的神秘剑客林风婷。没想到阿甘选手换上了一套崭新的机甲，看来是为了今天的比赛做足了准备。那么今天到底将是一场势均力敌的战斗，还是又一场猎杀表演呢？请大家拭目以待。怕了吗？
只要钱，这种死杀非要命，太可怕了。让开！对于进攻性强的林风亭来说，一定要做好接受伤害的准备。所以这次战斗的第一要务就是防守。阿甘选手好像对机甲做了额外的加固处理。OK， 操作方式我都记下来。明天的比赛，林风亭肯定会压着你打，所以我给你在几个关键部位的摆局都做了强化，你一定要先顶过他第一波猛攻。林风亭使的是长剑，所以攻击范围和距离特别大。对于使用拳法的你来说非常不利，但反过来说，只要能切入到他的腹地，也就是打成近身战，林风亭的剑就不好使了。所以在挡下攻击的同时，你要尝试慢慢贴近他。选手抓到了反击的机会，打中了！哎呀，可惜经验老道的林风亭选手用剑柄堵住了阿甘选手的攻击。哇，加固的白驹被击碎了。看来阿甘选手左臂的白驹也受损严重，现在的情况对他非常不利。林风亭选手没有想要给对方喘息的机会。你已经做得够好，想赢就把主导权交给我，接受我，让我彻底释放力量。来不及了，快决定吧。林风亭选手将阿甘的左臂砍了下来。现在开始，由我主导一切。怎么回事？林风亭选手竟然被打中了！决定吧。
所以这里是……没错。张……不对，你不是张三。我是谁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选择了被吞噬，把自己交出来，躲进了我的世界。我不是这个意思。哦，刚才那个被林风庭逼入绝境、怕得要死的人是谁？我没有在怕他。啊，没想到你还会狡辩。我本来以为可以帮一爹说服林风庭，即使上拳台也还有机会阻止他。我一直觉得他会停下的，但好像事情没我想的那么简单。从小因为身体原因很少去上学，之后就一直住在医院，相处的大多数都是好人。你之前不还认定他是一个好人吗？是这样没错。虽然我以前没有太多跟人打交道的经验，但林风庭给我的感觉真的没那么坏，所以我开始怀疑是不是自己的问题。我不知道该怎么解决这些问题，但我不是害怕，我希望……原来如此，那你只要待在这里，所有问题就都能解决。体质怎么变化那么大？这次是占据了他的全部。之前都是依靠生长出的外部机甲来战斗，但阿甘的体型太过弱小，根本支撑不起，也发挥不了完全的战斗力。哎呦，林风体身手现在毫无还击之力，比赛完全一边倒。我的乖乖，那还有天啊！原来机甲不光是外部装备，还内融入本体呢。救我了！护院员，师哥，快跑！求求你们，放过孩子吧！娘，怪事。
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林凤亭选手还没有放弃。待在这里，把外面的事情交给我，这样既能彻底阻止林峰听伤害伊甸，你也不用再为未知的人和事而感到烦恼，不好吗？当然不好。来这里是想找到释放召散力量的方式，不是成为谁的傀儡。这咖啡真香。你要去哪儿啊？这是什么情况？嗯？哎，又见面了。怎么样？大家过得多开心！你也可以选择一个自己最喜欢的生活方式，待在这里。难道他们都是被吞噬的人 ？Bingo！ 你还挺聪明的嘛！来回这么多次，结识过太多无法靠自己去往命运之门的人，他们最终都选择把主导权交给了我，并在这里享受他们理想的生活。对他们来说，这是最好的结局。没骗你吧？留下的话，你就不会再有烦恼，甚至恐惧了。哇！林峰亭选手逐渐找回了状态，准备进行反击。竟然用最小的动作幅度躲过了我的剑锋。穷则变，变则通。通则久。就在他预判出我的进攻之前，变招。林峰亭选手竟然突然换手，他竟然咬住了。所以我才能从他身上嗅到玉灯的气味。
后你会遭遇更多的担惊受怕、尔虞我诈、生离死别。但留在这里，你可以永远告别痛苦。我不怕，他们都是我还没来得及感受的经历。为什么非要折磨自己呢？人抱着想要再活一次的执念，不都是希望获得幸福？管他是甜的、苦的、酸的、辣的，对我来说，这些都是我活着的证明。你要么帮我，要么赶紧放我走。你在拳台走得越远，就会看到越多人性的黑暗。当你凝视深渊的时候，深渊也在凝视着你。尝尽人生百味后的你，必定也已经变成一个染缸。我见过太多这样的人，到了那时候，你一定会后悔，并开始怀念最初的自己。所以保留现在的纯粹，和我待在这里，好吗？你烦不烦？叨个没完！来到这儿是我自己的选择，离开这儿也由我自己说了算。我去你的！阿甘选手停止了攻击。阿甘选手这是怎么了？他突然倒地不起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恭喜凌风亭选手最终获胜。我去看了现场，这种场面是我们这郊区能看到的吗？听说那个张三是河，跟开了挂似的。可惜最后还是输了。话说阿甘现在怎么样了？是死是活呀？不知道啊。阿甘，你终于醒了！我以为你跟着钱一起埋了呢！什么？阿甘，你竟然还记得我？太好了！啊，啥记不记得的？阿甘，你还记得这里是哪里吗？别咬了，我知道这里是空。所以为啥非要咬我？这是空里打招呼的方式，你忘了？啊，我不记得了。等一下，拳赛，我是不是还有拳赛要打？果然还是大面积失忆了。啊，你看看自己的钱就知道了。所以我已经输了底槽价了。不错，看来理智还在线。别一定是梦，继续睡吧。仔细想的话，好像是有那么点印象。这么强的痛感，看来应该不是梦了。毕竟对手是林风亭，我输给的那个人叫林风亭，他为什么要和我打？你是为我出头，主动挑战了他。得亏有张三，不然你可能没法活着回来。
那又是谁？你这样折腾我没意义，我自己休息几天就好了。张三，你说你为了我身负重伤，竟然还记得，算你有良心。我都听一点说了，真的我太感动了。阿甘，你别一直夸我呀！张三在那儿。怎么只剩一颗头了呀，张三？看来记忆还是丢失了。脑袋居然开口说话了。虽然会优先忘掉不喜欢的记忆，但赌注太大的话，记得什么或者不记得什么，就成了随机盲盒。所以你最好别再给他灌输什么奇怪的观念。你别忘我了。你就是我的搭档，一颗头。哼，一颗头也比10个你有用。谢谢你，阿三。我是阿甘，重新认识一下。嘿嘿。有何贵干？我想带走你的剑。凭什么？那把剑，或者说那个煞气里，储存着某个人濒死时的部分意念，它对我来说很重要。意念化成为煞气，说明这个人死之前带着恨意。他没有成为生灵，说明已经断了生念。你若是要深挖他背后的故事，无非是见到一个人最不堪的一面。既然是你很重要的人，有必要去揭开这个伤疤吗？正因如此，我才更需要知道真相。这位是才子，是我一位有着丰富失忆经验的好朋友，同时我也在追求他。你好，很高兴认识你，我是阿甘，请多指教。阿甘，够了够了！他这是什么意思啊？这是伊甸教我的，在矿里打招呼的方式。看来是有必要教你一些正确的失忆后生存法则，免得被某些不靠谱的人给忽悠了。怎么样？你们想好点什么了吗 Can you speak English？ 什么玩意儿？叽里呱啦。比如你遇到记不起来的问题，可以装作语言不通拒绝回答。这也靠谱不到哪儿去吧？哎，快看，是那个差点秒杀林凤婷的阿甘，他已经康复了。喂，阿甘！好久不见。好小子，原来你跟阿甘认识啊？我那当然，我是他的义兄。别扯犊子了，哎，你再叫他一声试试。干妹，还记得我这个大哥吗？有人跟你打招呼，你也可以先用好久不见之类的开场白搪塞。如果不想做过多回应，就可以装听不见来拖延时间，并找机会溜走。怪不得我之前在路上叫了好几遍，你都装聋作哑。谢谢才子姐姐，今天一路上感觉既躲开了不必要的麻烦，又没得罪别人呢。你这才刚刚失忆第1天，以后的路还长，熟能生巧。这俩病友还真是一群。后面那个家伙跟你说的千万小心。阿甘，啊！阿甘，看来你尚无大碍。
好久不见。久吗？也就过去几天而已。啊！我说，也就过去几天而已。我说我们打完也就过去几天而已。Can you speak English？ 什么意思？Brother？ 等等，你说我们刚打完？难道你是？我想让你。他就是林风亭，快跑啊！帮个忙。太好了，没追上来。他比赛后已经大伤元气，现在不至于那么可怕吧？啊，阿甘呢？阿甘！我刚才明明是抓着你们俩一起跑的。阿甘学长，走反了，你家应该在那边。放心吧，我是来帮你的。阿甘学长，走反了，你家应该在那边。放心吧，我是来帮你的。你谁啊？我为什么需要你的帮助？我叫贺修，是你的朋友。看来上一场拳赛，你输掉的记忆里有我的一份。你撒谎！哪有人叫自己朋友名字的时候，后面还加尊称的？阿甘学长，原来你不像传言的那么单纯和迟钝嘛。知道是传言，那你还是……我看你才有问题。是我的问题，是我的问题。那我正式介绍一下自己，我叫贺修，想跟你交个朋友。本人不和骗子为伍。哦，那你怎么还和罪恶滔天的合作了搭档？你说张三罪恶滔天？他现在叫张三，看来你并不知道他原本的名号。空的历史上有8大恶人，他们都打赢过命运拳台，重获新生，但仍因不知悔改，再次犯了杀生，被禁锢为河。而你口中的张三，便是8恶人之一的飞天。我信你个鬼！故事变得绘声绘色。这郊区的清静，大家和睦相处的气氛，是不是让你觉得空就该是这样的世外桃源？但如果你想要去往命运之门，总有一天你必须离开这里，去面对其他区你死我活的博弈。你还记得有个叫青隼的朋友吗？好像有印象。他已经在其他赛区泯灭了。What do you
太好了，没追上了。他比赛后已经大伤元气，现在不至于那么可怕吧？啊，阿甘呢？阿甘！我刚才明明是抓着你们俩一起跑的。你先别管我了，快去找他。林芳婷的目标是我，所以只要我跑掉就没关系了。怎么会没关系？即使林芳婷不找他麻烦，但他现在这半失忆的状况，一个人在大街上瞎晃也很危险。那你自己待在这儿，我去找他。啊！你跟他半斤八两，就别添乱了。我这回去找找。等我一下。林芳婷的目标是我，所以只要我跑掉就没关系了。我怎么会说出这么丢人的话？阿甘，你去哪儿了？可千万别出事。你说千算死了？怎么可能？他那么强！在温室里长大的花朵，就算在这郊区拔得头筹，但在其他赛台只能算得上炮灰。另外，飞天落入这里的消息已经传开，既然我能先一步找到你，那之后，从不同赛区里慕名而来的牛鬼蛇神们，一定会把这里搅得天翻地覆。怎么样？要不要考虑接受我的提议？我可以帮你，甚至帮整个第3区渡过难关。你准备怎么做？我可以给你足够多的钱，让你和你的朋友们继续享受岁月静好的日子，而飞天就交由我带走，既能送走灾星。真正的灾星是你吧？你糟蹋完11区还不够，又想跑来祸害这里。11区？小白就说明你还没有在全台登记。全台？那又是什么？本年度第7位拿到进入命运之门资格的选手出现了。特秀选手是11区当之无愧的黑马，以全胜的战绩率先将前几满。啊，好像依稀有印象。为了复仇屠戮那么多人，你好像没资格说我吧？死在我剑下的都是那群死有余辜的混蛋，跟你这种搬弄是非的家伙不一样。好了，在这郊区里互相放狠话也没意义。当然，我更不屑在这低级的赛台上露面。要是像某些人一样，差点输给一个刚入门的小白，传出去就是个天大的笑话。那就赶紧滚！阿甘，考虑的怎么样了？我拒绝。首先，我不相信你；其次，就算张三是你口中的什么黑天，但在我这里，他就是张三。就算我对他的记忆所剩无几，那也不妨碍我将他当做搭档的决心。即使未来他会带来不可预知的麻烦，那也是我的事儿，不需要你来帮我。最后，你以后还是叫我阿甘选手吧，因为我们并不是朋友。阿甘，阿甘！林凤婷，住手！剑下留人！来的正好。今天我不会取你性命，但早晚你都会死在我的剑下。你倒是给我个杀我的理由呢！就是你把我打失忆，又突然冒出来替我解围，现在又要杀一店，你这人好怪。之前明明是你打我好不好？不对，是我打的你，又怎么了？
啊，就你这样，还想让我帮你把剑交给天明去修理，这不让我作茧自缚吗？是他自己说要拿去，我一开始没同意罢了。怎么可能？天明怎么会帮你修杀气，反过来害我？你自己都未必真正了解自己。那你呢？你就了解那些杀掉你不是你杀掉的那些人吗？哥，他们生前都是魔鬼，是连全家老小一个都不会放过的魔鬼。哥，等等，让他先说完。我濒死前听到的最后的声音，是我娘的哀求声，但他们并没有停手，他们吐尽我满门。那令人作呕的气息，化成灰我也不会忘记。所以，你的意思是，伊甸是杀害你全家的凶手之一？哥，哥，伊甸，你等等解释，我们先听他把前因后果说完。我不是要解释，你再不扶我起来，我可能要撅在这儿了。对。我要是有杀人的念想和胆量，怎么可能会选择在第3区躺平？当你获得了更多的钱和更多记忆，再见恶魔之日就为时已晚。人之初，性本善，性相近，别背了，习相远。读懂人性可不是光靠看书能学会的。早知道未雨专。本来想让阿甘转交给你的，谢谢你，还是把他带来了。成为煞气，那么他一定是怀着恨意，甚至是恶意死去的。我不知道你和他究竟是什么关系，但我还是要奉劝你，准备好接受最坏的结果。我的命是他给的。所以，我去世之后能来到这里，也是因为没有找到最终答案。我不想就不明不白的死去。看来固执的灵魂不止一个。怎么可能？天明怎么会帮你修杀气，反过来害我？人之初，性本善，性相近，习相远。你背一晚上三字经了啊！是想洗涤自己心灵，还是这么折磨我？如果一个坏人没了记忆，他可能变成好人吗？我们第一次在精神世界对话的时候，你说过能一眼看出谁是好人。怎么，现在连那份自信都忘了？我原来还跟你交流过这么私人的想法啊！这算很私人的想法吗？说到你的精神世界，我好像有印象了。是吗？那你倒是再回忆回忆自己还做过什么蠢事？我记得好像是在一个什么列车的车厢里，然后有一个不怀好意的男的在一直对着你笑。停！那个不是我。我想嘞，你这铁老裤怎么会长那么帅？不，那个人其实是我。你把我带上，进来看看就知道了。是像这样带上？你不会把我吃了吧？别废话。这里就是你的精神世界。你人呢？我也没看见你呀。果然还是对自己的长相不自信嘛。别开玩笑了，你是不是没带上？怎么可能？我现在明明处在一个黑洞洞的地方。
还有一团像鬼火一样的东西在那飘来飘去。你能看见李四？原来他叫李四啊！我也能看到他，但看不到你。李四好像都能看到我们。你别动，我跟着他来找你试试。怎么办？我还是看不到你。林风庭的目标是我，所以只要我跑掉就没关系了。怎么会没关系？想要变强，光靠这样的蛮干可是没用的。你好，我叫贺修，是来帮你的。帮我？你不是我们区的人吧？但看着又有点眼熟。我之前看过你和那个叫才子的比赛，怎么说呢？从实力上来看，你并不是他的对手，所以能打赢依靠的还是外援。你在瞎说什么？拳台嘛，本来就是一场肮脏的骗局。虽然在空不能杀生，但只要不伤及性命、损毁机甲，夏目可是不会来管的。你看，气氛都被你搞僵了，要不要考虑坐下来和我玩个小游戏？什么小游戏？剪刀、石头、布。我也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情况。这样也好，见了面说不定反而尴尬，不见面还能聊很多心事。哦，那你是有心事要和我聊吗？这样子隔空聊天，让我依稀记起以前有一个笔友。笔友？那是什么？就是从未见过彼此，但一直书信往来，分享彼此生活和心情的朋友。都没见过面，真的能成为朋友吗？那见不到对方还能成为搭档吗？当时每周我最期待的事情就是收到他的信。从信里，我好像也能看见他跟我分享的外面的世界。雨后的花田，沾着雨露的花瓣。虽然我至今不知道那些文字背后的他是谁，在哪里，在做什么，但他给了我活下去的希望。你是在哭吗？所以我说，看不见对方也挺好，免得尴尬。好了，轮到你了。轮到我什么？我可没答应要跟你分享心事。那你都听我说了，就不该公平对待，也说点什么吗？算了，我走了。我会做不到的事，我劝你最好还是不要轻易开口。其实你心里已经明白了为什么你们看不见对方，不是吗？嗯，你刚说你会什么？只要你们继续走下去，他的结局都是死路一条。他要么被彻底吞噬，要么就等着被人宰割。人呐，你不所以抗拒和他见面的是你自己。剪刀石头布。是，但也不是。一开始的确是最简单的石头剪刀布，但这一把并不决定最终的输赢。紧接着
第一把赢的那个喊手势，此时对手也能同时变换自己原本的手势，以此类推，凡是变换后手势赢的那方，就有喊新手势的权利。那怎么算输赢？如果双方出现了同样的手势，游戏就宣判结束，喊口号的那方获胜。要不，我们先试一把。剪刀石头布，不，你看，这样就是我赢了。刚才主要是被他喊的口号影响，下意识跟着出了布。只要仔细看清楚他手势的动向，就不会输。怎么样，是不是很简单？那我们正式开始。好。对了，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附加规则，我们以100钱为赌注。如果一把没有出相同的手势分出胜负，那么手势占赢面的那方可以有权利选择继续或结束游戏。一旦选择继续，那么赌注就会自动翻倍；而选择放弃，那这把累积的钱就要全数输给对方。怎么还有赌注？刚不是说过我是来帮你的吗？这个游戏考验的是反应力，怎么能叫赌注呢？我看叫奖金更合适。怎么样？送上门的赚钱机会，你都要退缩？来，剪刀石头布。石头。哟，反应挺快啊！我知道。不，这怎么算？没问题，继续。轮到你来喊了。他这么聪明的人，肯定不会被我的口令影响。所以如果我喊不，他一定会选择改成拳头或者剪刀。因为我的手势是剪刀，所以从视觉上，他第一反应肯定希望和我避开。那么，他出拳头的可能就是最大的。不！怎么了？我好像跟大大出了问题。你们不是一直都有问题吗？嗯，说来听听。我倒是从伊甸那儿八卦过一些，特别是和林风婷的那场比赛，输得很突然。既然你选择忘记，那就一定是不愉快的经历，没必要再追问了。好吧，伊甸也嘱咐过我要听天明的话。哎，这不是林风婷的剑吗？你还真帮他修好了。天明，你这是干嘛？林风婷要杀伊甸哎，你这不是在帮他递刀子吗？天明，你倒是说话呀！这个时候怎么会有人向我发起挑战？谁呀？伊甸向您发起挑战，是否接受？伊甸，不，怎么？送上门的赚钱机会，你都要退缩？来，剪刀石头布。石头。哟，反应挺快啊！我知道。不。不。看来已经被你猜到我想出拳了。我知道这个游戏的窍门了。我没看错，你果然是个聪明人。刚才那把我赢的800钱，你还真就付给我了？那当然，言而有信。怎么样，还来不来？不了，能赢这么多就挺好。那么聪明的脑子，怎么就配上了这么消极的性格？实在可惜。这怎么叫消极？躺平的态度，反而是我掌控自己生活的方式。说得好。
那你真的掌控得了自己的生活吗？真正的自由，不是压抑欲望，而是靠拼、靠争来实现欲望。选择退让的话，那又是谁把才子从过去的梦魇中救出来的？当时我满脑子只有才子，但现在，钱对我来说好像并没有那么重要。即使赢了再多的钱，也阻止不了林风庭。对你来说是没有用，那是因为之前有人替你买单了。拜了个拜，我找别人解闷去了。等等。你还真帮他修好了。天明，你这是干嘛？林凤婷要杀一殿哎，你这不是在帮他递刀子吗？天明，你倒是说话呀！这个时候怎么会有人向我发起挑战？谁呀？伊甸向您发起挑战，是否接受？伊甸。伊甸，你犯什么浑啊？好端端的挑战阿甘做什么？而且我的机甲在上一场比赛已经彻底报废了。别忘了还有我。没错，我们打的就是裸装局。什么意思？你想干嘛？不是要欺负你，到时候我也会裸上。大爷不才还在这儿呢。伊甸，你今天是怎么了？感觉和平时不太一样。对，我已经不是过去的我了，我有钱了，而且是很多钱。啊，真度假度，你怎么做到一夜暴富的？我自己玩游戏挣的。玩游戏从来都是花钱的，我还头一次听说玩游戏能挣钱。你可别被人骗了，在空哪有人无缘无故送人钱的？不管是以前还是是以后，你为什么都看不起我？我会无机甲上场，故意输给你，这样就能把你上次替我输给林风婷的那笔钱还上。挑战林风婷是我自己的决定，你没必要。挑战你也是我的决定。要帮阿甘的话有很多办法，为什么一定要用这种方式？这是我能想到最快的途径。抱歉，刚才有些激动了。算了，事已至此，明天的假赛你就好好表演吧。你就瞧好了，
我一定输得漂漂亮亮。阿甘，你别有压力，好好加油，打赢全赛。好，我会毫不留情的揍你的。这才对嘛！天明，这么巧，你也是来找阿甘的？啊？你身后这是什么？啊，我是来找阿甘帮个忙。啊，找我？你说要我干什么？你背着的东西，怎么好像在哪儿见过？怎么可能？走，阿甘，我们进屋说。今天我不会取你性命，但早晚你都会死在我的剑下。啊，就你这样，还想让我帮你把剑交给天明去修理，这不让我作茧自缚吗？是他自己说要拿去，我一开始没同意罢了。什么事儿那么神秘，一定要进屋说啊？就想让你帮我烧个东西。才子，我们走。啊？哦。现在能跟我说说到底是怎么回事了吗？谁？快上一上！沉死我了！雨灯已经修好了。我不知道雨灯什么不雨灯的，反正是天明让我交给你的。他为什么不自己来送，让你？对啊，我也纳闷了，你们两个大老爷们的怎么就这么扭扭捏捏？明明可以当面交付，偏偏要我个姑娘家家的代劳。那个伊甸是不是向你发起了全台挑战？你怎么知道？现在但凡跟你有关的消息，都传得飞快。伊甸这家伙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的鬼点子。我劝你别相信他，小心有诈。他准备故意输给我，把之前你从我这儿赢走的钱还上。他哪来那么多钱还你？你真的就没怀疑过吗？我不希望你重蹈我父亲的覆辙。他为人豪爽，广结善缘。他总以为只要以诚相待，就能收获更多志同道合的朋友，所以他陆陆续续收了一众门客和徒弟。未曾想，那一夜他们竟恩将仇报，杀我爹娘，血洗了整个宗门。所以当你第一次告诉我，凭直觉相信我是个好人的时候，我就预感有朝一日，你会尝到遭人背叛的痛苦。但在我仅存的记忆里，伊甸帮过天明，帮过才子，还帮过我，你就没有想过，错的人可能是你自己吗？那你又怎么能肯定，他获得了那笔飞来横财之后，就不会发生改变呢？不，石头，不！剪刀，剪刀！又赢了！来来来，再来，再来！如果你还相信自己的直觉，那就听我一次劝。
典和阿甘不是朋友吗？怎么自家人还跟自家人打起来了？嗨，愿意参加命运拳台的，哪个不是想回到生前重活一次的？抱着这种想法，都不是善茬。选手已经各就各位，今天的比赛还是很值得期待的。毕竟上次伊甸选手给大家带来了惊艳的歌舞表演，那这一次他又会给大家带来什么样的惊喜呢？来了！先出场的是伊甸，登场！还真是机甲，要不用状态最差的时候下手。什么时候给机甲还换了个涂装的？看着倒是更凶悍了。我觉得还挺帅的耶。什么？伊甸不是说好裸装上场的吗？另一侧的阿甘选手，据说还没有从上一场的比赛中彻底恢复，不禁让人为他今天的状态捏把汗呐。这到底是什么情况？他来了！第3区炙手可热的拳手阿甘登场！什么情况？哎呀，这又是什么情况啊？这是啥呀？阿甘选手竟然驾驶着林风庭选手的机甲登场！相信在座的各位也和我一样吃惊，毕竟上一场比赛中，阿甘选手刚惨败在这套机甲手下。果然，阿甘，你也并没有那么单纯。如果你还相信自己的直觉，那就听我一次劝。防人之心不可无。明天用我的机甲上场吧。什么？我预感这次挑战有问题。如果那个一定要给你下套，就算依靠核的力量，可能也会有意外发生。别犹豫了，就当是我表达打伤你的歉意。之前你还怪我打了你，到底谁打谁？现在的心情怎么样？失落、惊诧、紧张，或是兴奋？哦，看来你开始适应拳台的比赛了。哼，就算装备上这一身破铜烂铁，但光靠他一个人，真的行吗？你不会这么快就忘了上一场他狼狈的模样吧？当然没忘，但我相信他不会原地踏步。伊甸，认输吗？伊甸也太弱了吧，才2下就招架不住了。就是啊，阿甘还对手下留情了呢。喂，别磨叽了，要打就好好打，我们可不想看你俩在这里唠家常。听到没？给我认认真真的打！我们不是说好裸装打假赛的吗？为什么要出尔反尔？你看看你，跟林风庭串通想置我于死地，你有什么资格批评我？我。
既然他已经被捕，就别再犹豫，加速结束比赛吧。一店的歌舞秀又开始了。他们是说好了一起演喜剧吗？效果拉满了，笑死我了！他们又在嘲笑了，亮出你的本事给他们看看吧！你们，逼我打！这么见识！当时和才子比赛时候的那把，原来这把剑一直藏在他的胸甲内。原来是这样。那天我循着气息，以为找到了下一个仇家。我拿到了，拿到了！没想到气息是出自原石里。看来一切问题的根源都跟伊甸胸口的那块东西有关。现在不是分神的时候，小心！他怎么突然变得这么厉害？没错，让他们见识见识你的潜力，让他们知道你有多强。他也是，太有意思了，竟然碰到另一个河，怎么办？看来这次不得不将他彻底吞噬。不行！啊？什么不行？你在跟谁说话？你知道伊甸现在的情况吗？他胸甲上的那个到底是啥？太帅了！伊甸选手如有神助，不管是外观还是攻击姿态，都发生了巨大的改变。我这一击，伊甸选手刺穿了阿甘选手的机体。伊甸，为什么你会变成这样？你为了原始连命都不要了吗？给，你东西掉了。
谢谢。啊？你刚说什么？我没听清，能再说一遍吗？成为他眼中的英雄，感觉还不错吧？刚才那个人是林风婷吧？快看！趁此良辰美景，还不赶快向他深情表白？有一些谁在跟我说话？不愿放弃生命的执念，他们会化成生灵，就如你我一样。而有些人对此生无望，甘愿堕入轮回。他们奇怪，善念或者难道是幻听了？会包括抬头看看你的眼前，各个角落，善念变成白菊，恶意变成杀气。当然还有一个例外。这么好的光景都快被你整成科普小课堂了。借着此情此景，我只想告诉一个人：无论我们是为何来到这里，但我相信这都是上天的安排，让我们有一次选择重生的机会。留在此处重新开始，也不失为一种勇气。干得不错，看来表白奏效了。才子来到这里就是为了另一个人。是啊，哎，我都说了，他之前的确来过，但已经不在了。他还不信，非要去他之前待过的房子看看。最后，他竟然在那间房子里住下了。才子，我一定会把你救出来的。你凭什么能救他？谁？谁在那里？之前说话的也是你吧？为什么一直跟踪我？是你找到了我，把我带了回来，怎么能说是跟踪呢？你到底是什么东西？白驹、煞气，还是我是什么有那么重要吗？你只要知道，我能让你变强就行。我凭什么相信一块破铜烂铁的话？破铜烂铁？那个叫阿甘的女孩手里抱着的，难道也是破铜烂铁吗？你是何？我都说了，我是什么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，我能帮你打赢下一场的拳赛，帮你把才子从痛苦的回忆中解救出来。这块东西是你自己装上去的？对啊，你都说的是特别道具，不用多浪费。我都还没来得及对它进行仔细的扫描和检查，万一……没事儿，这次就当是个护身符呗。捡来的东西，最好还是别随便乱用。如果有什么……好了好了，就一块破石头，犯不着提心吊胆的。才子，放下过去，重新开始吧！给我放手！喂，说好的能帮我呢，我现在该怎么做？在此之前，我希望要确认你能完全相信我，并将自己托付给我。好，只要能打赢，我都听你的。很好，现在把手放在胸前，然后用它来斩断才子身上的束缚吧。表情不错，让我们开始主宰比赛吧。对，主宰了比赛，我就能主宰人生，主宰一切。这不是一点会说的话，你不是一点，你到底是谁？一殿胸口那个可能是何，他现在已经被吞噬了。不可能，一殿那么与世无争的性格，怎么可能被他欺负过？
还浪费口舌，就上次他那倔脾气，别指望他顺从，直接把他吞了吧。这时候了还用刀背，说你是天真还是蠢？笨蛋，你还在坚持什么？阿甘选手好像用的是之前大熊选手的攻击技巧。一电，吸血，草吞噬者，起来！一电啊，你想好怎么过好这一生了吗？哎，一电，晋升的事儿你考虑的怎么样了？放下对过去的执念，既来之则安之，躺平才是王道。大概是因为我才摊上这事，而我却只能旁观。怎么开始反思自己的人生了？这不就是大部分人活着的样子吗？那你为什么会来到空？哎，哥们儿，你怎么了？来着！你这小狗不是心狠的吗？想要变强，光靠这样的蛮干可是没用的。你好，我叫贺修，是来帮你的。一电，想想那些在乎你的人，想想才子，想想天明。我记得，我都记得。才子掀起我的眼神，天明背叛我那一刻，撒的谎。你身后这是什么？啊，我是来找阿甘帮个忙。他竟然帮林峰庭修好了杀气来害我，我把他当伙伴当知己，而他呢？他把我当什么？所以，当你第一次告诉我，凭直觉相信我是个好人的时候，我就预感有朝一日，你会尝到遭人背叛的痛苦。但在我仅存的记忆里，一电帮过天明，帮过才子，还帮过我，你就没有想过，错的人可能是你自己吗？那你又怎么能肯定，他获得了那笔飞来横财之后，就不会发生改变？所以，相信别人还不如让自己变得更强。我要带着这样的意志，赢得全台重活一次。谁也别想阻止我！
到什么时候？这个笨蛋快要送命了，他死了，你我也会跟着一起完蛋！你给我住嘴！吞噬必须经过他的同意才能成立，你给我安安静静的等着，等到他恐惧，等到他放弃，等到他像那些人一样发出哀求。阿甘选手还在奋力抵抗，没有要认输的意思。终于能将你搞到手了。他已经疯了，他死都不会求饶的。这样的话，那只能用另一种方式了。什么？难道你想？既然他不肯将自己交出来，那只有另一种办法，把我交给他。你是白痴吗？你把你的力量交给他，让他来主导你。现在我没有其他选择，只能选择相信他。和其实跟我们一样，都是人，只是他们是生前犯下了杀生之罪的恶人，但他们有着远超常人的强悍意念，所以很多拳手非但不能操控他们，反而会成为河的奴隶，甚至傀儡。据说吞噬拳手后，河的威力能被发挥到极致，你不被操控自然是好事，但与之相对的，他真正的实力也会被你封印。这些都是你要面临的选择。啊，对了，还有另一种可能性，但很难做到让一个大魔头放下芥蒂，更别说信赖你了。你既然选择相信他，却把我关起来，你会后悔的。你们总有一天会哭着喊着来救我的。来，试着慢慢用手撑开。怎么可能？这应该不是吞噬。开！被一个小姑娘所掌控了。现在，你想好怎么教训他了吗？还回来。
这是什么情况？这人是谁？啊，场上还有其他人。场上情况出现了逆转，阿甘选手宛如天神下凡，重获新生。现在被彻底压制了。认输吧。认输？你当我傻吗？要不你杀了我，不然我绝不会认输的。看来这次并不是吞噬。拳台上，如果我不认输，除了把我杀掉，你是没有办法结束比赛的。来啊，动手啊！去死吧！你好，我叫雨灯，正巧我也一个人，你没地方去的话，就跟我走吧，以后我们就是一家人了。天明，快来！天明！天明，
怎么就你一个？其他人呢？走！不要你管！你先放！为什么不走？既然这样，我只能用这种方式让你解脱了。可现在我可都是这位名人了，这合成的吧？是这样的呀，都是装的。不好意思啊，我们最近不打算招人，你再看看别的机会吧。你的事情我知道，也很同情你的遭遇，但是为了公司风气和影响，还是决定不能录用你。抱歉，请另寻高就。才子，伊甸他，阿甘，快来！他刚醒你就来了。伊甸，你都昏迷1个礼拜了，快把我吓死了！你是谁？我阿甘呢？阿甘，我不认识你。之前发生了什么事，我也都记不清了。伊甸，我对不起你啊！是我把你当成最好的朋友，我真的对不起你。记起来了，你记起来什么了？你到现在还没有办卡。看来你还是失忆了呀！我怎么办了？停！你啥时候办过卡了？别想趁机忽悠我。重要的事儿你都忘了，办不办卡你倒记那么清楚。好了好了，跟你开玩笑的。才子和你，我怎么会忘呢？真的，包括我们最后那场拳赛，我跟你还打过一场，谁输谁赢？哎，当然是我赢啦！你忘了吗？是你先提出要和我打假赛的。哦，那你赢了我的钱，还不赶紧办张卡？财迷，你有完没完？好啦，欢迎你加入我们失忆俱乐部的大家庭。失忆俱乐部？才子，你笑什么？什么失忆俱乐部？哎，对了，天明哪去了？他怎么不在？哦，天明走了。走了？去哪儿了？他已经没有了执念，所以永远的离开了。
有人在云海边发现了他。那晚他把雨灯交给我的时候，说是心中的结已经解开了。当时我没太在意，现在想来，应该还是跟雨灯有关吧。虽然他说心结已经解开，但那天他最后望着远方的样子，好像是在等着谁。造孽呀！怎么会有这种畜生，强迫人家小姑娘跟他好，把人家给逼死！哎呀，家里人也联系不上，这屋子赶紧处理处理吧。啊，他还养了条狗呢！来来来，给他领到狗场去。哎，怎么还不肯走啊？这，走，起来，走啊你！哎，这狗可能认主人，算了，你让它去吧啊。天明，我回来了。那个，你先说。你先说。你先。你先。你真的同意跟他一起离开第三区了？我听他说，你也会同行。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？既然不是操控的话，那你……我认可他了。原来你的确长得挺帅的嘛。你在胡说什么？我们又不是第一次见面，只是你自己记不清了而已。话说，你到底对我做了什么？为什么你的整个精神世界也都发生了变化？我把自己的力量都交托给你了，所以现在这里，应该算是你的精神世界才对。哦，怪不得变漂亮了，之前黑黢黢的。好了，别装了，你是不是早就算准了，我不会这么轻易让你死掉？但你有没有想过，万一……我决定了！你干嘛？既然拥有了你的力量，那么我要挑战其他区。你确定？更大赛台才能赢更多钱，早日去命运之门啦！没想到堂堂的八恶人，竟然会被一个小姑娘拿捏。稀里糊涂颠三倒四都只是他单纯的本质。但不论是最初，他给了那个叫11的一拳，还是这次接受了你的帮助，我看到的是他那笑容背后隐藏着的强大内心。他给我的感觉，总让我觉得似曾相识。东西帮你捡来了。很好，钱转你了。收到，谢了。之后有事随时叫我。不愧是贺兄，做事果然周密。都送到这儿了，你总能相信我是真要走了吧？其他区的比赛残酷极了，你为什么就不能留在第三区慢慢攒钱？即使有朝一日我攒满了钱，也迟早要离开这里去往命运拳台。等到那时候再去面对险恶的环境，只怕是更危险。而且那个叫贺修的还提到了清损，我要去弄清情况，也算是对大雄师傅有个交代。而且只要我和张三还在，只怕有更多像贺修那样的人会来打扰这儿的宁静。可是我正好也要回第5区重新锻造机甲，会看好他。就凭你，
好了，赶紧走吧。姨爹，你要好好照顾才子。放心吧，会员卡我已经办好了，祝店里生意兴隆。看完比赛还不忘打扫战场，回收实验废料。没想到你也会大驾光临第3区。提炼原石里的恶意灌入机甲，原来你在偷偷摸摸打这个主意啊！我不太懂你在说什么。别跟我装傻了，那个叫伊甸的小子，也是你的实验对象吧？说吧，你想怎么合作？哦，看来你是真的在培育人造核啊！人造核？别说笑了，我可没那个本事。我只是用恶意强化机甲，来激发人性的本能。姨爹，你来回答下这个问题：如何过好自己的一生？我没想过。哎，伊甸，做了那么久的设计师，怎么也没想考虑去提晋升搞个总监当当啊？没必要吧？我就一个人，现在每个月够吃够用，干嘛费劲巴拉去抢别人的位子？累不累？哎，伊甸，最近有没有聊得比较好的姑娘啊？是该找个对象成家了，总不能打一辈子光棍吧？知道了，碰到有感觉的我会追的。给，你东西掉了。谢谢。你刚说什么？我没听清，能再说一遍吗？你到底是什么东西？牌具、煞气，还是我是什么有那么重要吗？你只要知道，我能让你变强就行。我凭什么相信一块破铜烂铁的话？破铜烂铁？那个叫阿甘女孩手里抱着的，难道也是破铜烂铁吗？你是何？我都说了，我是什么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能帮你打赢下一场拳赛，帮你把才子从痛苦的回忆中解救出来。伊甸，雨道，你来了。精彩！你是怎么选定他作为你的实验对象的？记忆对人来说只是一层层的伪装，而每个人生来就已经被烙上了不可磨灭的痕迹。人性，人性是不可改变的，正如每个人的命运都是由不同人性所决定的。
所以，命运拳台实质其实就是人性的厮杀。可不可以？让我追随你。